考完放假后，我和弟弟看到有人跳河，他不仅不让我去救人，还打开直播让网友一起看热闹。我不忍心看一个鲜活的生命死去，径直跳下了水。怎料被救者竟是首富的独生女，而首富正好靠着直播找到了我。他们来道谢时，那天刚好是高考查分，我的成绩被屏蔽了，首富要资助我的学费，还要把他女儿嫁给我。季伯短幻想着自己也能和我一样走上人生巅峰，于是他染上了赌钱，连家里的房子都抵押出去了不说，还欠下了一屁股高利贷。季伯短觉得是我夺走了他的一切，于是在我婚礼当天早上逼着我给他还债，被我拒绝后恼羞成怒，直接撞飞了我。如今重活一次，他当然不肯放过被首富看中的计划，他会毫不犹豫地抢走我的人生。有人跳河了，路人的惊呼声唤醒了我，我摸了摸自己的头，现在还完好无损，我这才意识到我重生了。我忍不住看向身旁在上一世狠心对我痛下杀手的弟弟季伯短，此时他正激动地颤抖着，一把把我推倒在地，自己飞快地跑过去。桥上的人看着不断翻涌的河水都不敢下去救人，只有季伯短想都不想就跳了下去，在跳河前还不忘对我喊：哥，快帮我打开直播，让全世界都看看我是个英雄。我并没有按照季伯短说的开直播，只是掏出了手机为他录下了他救人的全过程，并上传到了视频账号上。视频里我故意说：是我弟弟季伯短在救人。等他气喘吁吁地拉着跳河的女孩上岸时，视频已经点赞过万了。季伯短学着我上辈子的样子上岸后，把女孩交给了刚刚赶到的救护车，自己拧干了衣服就走了。深藏功与名，他走到我身边后，第一件事就是问我：都直播出去了吗？我摇了摇头，我不会开直播。季伯短瞬间怒火冲天，抓着我的衣领质问我：季小满，你是什么居心？是不是不想看我好？你是不是还幻想着自己能成为首富女婿？我不能让他知道我也是重生的，免得他再一次痛下杀手。我装着不解的样子，疑惑地问他：什么首富女婿？你是不是撞到脑子了？怎么开始说胡话了？季伯短盯了我半晌，看我的迷茫不像是装的，这才松开了我，弯下腰哈哈大笑起来。哈哈哈，好事终于不是都被你赶上了，这一次好运终于轮到我了。我把季伯短扶起来，把视频递到他面前。但我拍了视频发到网上，现在已经有很多人看见了。直播结束，账号热度就过了，什么都留不住。而视频则不一样了，它带来的热度会永远属于我这个账号。季伯短欣喜若狂，把手机扔给了我，就向前跑去，嘴里不断嚷着：我的好日子就要来了。我望着他的背影，笑而不语。他不知道这个人为什么跳河，他也不知道未来会有什么等待着他。我们回到家时，我妈正躺在床上咳嗽不止，爸爸又去世的早，她只能拖着病体不断打零工养活我们。我看着我妈，眼眶一热，连忙进屋给她倒了杯水，让她吃药。她吃过药后呼吸平稳了不少，握着我的手拍了拍后，才看向门口的季伯短。伯短的衣服怎么湿了？我紧握着我妈的手。妈，你不知道，弟弟今天可干了件好事呢，都在网上火了。他救了一个跳河的女孩子。我妈听完后着急地问季伯短：你身体有事吗？可季伯短看都没看我妈，骂了句吵死了就回了房间。妈，你放心，伯短没事，你快休息吧。我妈叹了口气，闭着眼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转眼又到了高考出成绩的那一天，我装作无比紧张地刷新着电脑屏幕，等待着成绩公布。季伯短站在门口冷哼着白了我一眼：书呆子，学习再好又有什么用？以后就是个打工仔。我没有理他，我知道他在等着首富上门。成绩已经出来了，和上辈子一样，我的成绩进入了全省前50，被系统屏蔽了。我没有声张，这个时候我绝对不能抢季伯短的风头，不能吸引首富的注意。我看时间差不多了，便骗我妈说成绩还没出来，要再等一等。先扶着他回了房间。果然，下一秒家门就被敲响了。季伯短瞬间就把门打开，满脸期待地问门口的人：你们找谁？你是季伯短吗？季伯短的目光一亮，他飞快地点着头。太好了，我就在找你，我是江大强，你前几天救的人是我的女儿。江大强，本市的首富，没人没听说过他的名字。我只有这一个女儿，要是她出了什么事，我们全家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你还在上学是吧？你未来的学费我全包了。季伯短面色一僵，他看不上那点学费，他的目标可是江家的全部家产。于是他装作善解人意的样子，拉着江大强的手：叔叔，您太客气了，举手之劳而已，学费就不用了。我成绩不好，考不上大学，已经决定辍学去打工了，还能给我妈赚点医药费。江大强一听，顿时感觉季伯短不光善良，还很孝顺。他眼里的满意抑制不住，招招手让秘书拿来一张支票，抬手就在上面写了500万。江大强把支票塞进了季伯短手里。孩子，你真懂事，叔叔喜欢你。放心，你拿着这些钱去给你妈妈治病，不够再告诉叔叔。以后上大学的事，叔叔也给你想办法。叔叔看好你，想让你未来能给我当女婿。季伯短握着手里的支票，笑得合不拢嘴，送走了江大强。季伯短跑到了我面前炫耀：季小满，你看，这可是500万，你一辈子都赚不来的钱。我妈问他哪里来的这么多钱，季伯短添油加醋的把自己救的人是首富女儿的事讲给我妈。伯短，收人家这么多钱是不是不太好啊？要不你把钱还回去吧。季伯短听我妈这么说，瞬间皱起眉头：你懂什么？江大强有的是钱，这500万对于他来说根本不算什么，而且他可喜欢我了，
还说明年我上大学的事，他来想办法，还要把他女儿嫁给我呢。以后我就是首富的女婿了，到时候你们的生活全都得靠我施舍。我妈急着又咳嗽了起来，我连忙给她拍着背。妈，别着急，伯短聪明，他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好人有好报，这是他应得的。听我也这么说，我妈只能叹了口气，她管不动季伯短，也不想管了。小满，你的成绩出来了吗？我摇了摇头。妈，我也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的成绩进了全省前50，要过几天才能出。不过那些好大学肯定是随便我选了。我妈欣慰地笑了，连连夸我争气。季伯短轻蔑地看着我，成绩好有什么用？再好的大学毕业的也是为我们这些有钱人服务。哥，你可要好好奉承我，以后我给你说几句好话，免得你工作了要被老板骂。季伯短幻想着我求他施舍的样子，大笑着拿着支票去了银行。500万一到手，他就叫了一帮狐朋狗友去了酒吧。我接到酒吧老板电话时，刚刚从学校出来，校长和老师们听说我的成绩被屏蔽，高兴地为我出谋划策，帮我分析着去哪所学校比较合适。他们知道我家里困难，还为我募捐了大学的学费，让我一定要收下。这一次我不会辜负这些对我好的人，我一定要让季伯短付出代价。等到了酒吧时，季伯短已经喝得烂醉了，手里握着结账单。我瞟了一眼，不过几个小时的时间，季伯短在酒吧里就花掉了将近100万。穷人乍富的他包掉了全场的酒水。酒吧老板怕他醒酒后闹事，只能在他手机里翻出了我的号码，让我接他回家。我的手刚碰到季伯短的肩膀，他就一把把我推开。季小满，你算个什么东西？也佩服我。你知道我现在什么身家吗？你这个书呆子，别把我染上你的穷酸气了。我冷笑一声，无所谓的摇摇头，余光却看见了角落里正盯着这边的一双眼睛，那是我曾经无比熟悉的，像毒蛇一样的眼睛。一股寒意从我脚底上来，让我不禁打了个寒战。我低下头，靠近季伯短的耳边，轻声低语：“你回头看看，那个女孩子是不是你那天救了的人？好像叫江诗雨。”季伯短的酒瞬间清醒了不少，他连忙回过头去，然后笑了出来。果然，这就是缘分，天定是我的，早晚都是我的。季伯短整理了一下衣服，一脸谄媚地朝那边走去。我扯了下嘴角，看来好戏要提前开场。季伯短自从在酒吧里接近了江诗雨以后，每天都忙得脚不沾地，而我也懒得理他，一心扑在报考的事情上。上辈子江大强资助了我的学费，但他话里话外的意思都是让我和江诗雨上同一所大学，提前培养感情。那所学校是江大强投资的，里面的学生都是富家子弟，他急需一个学霸来为学校撑场面。江大强承诺我，他不光会负担我的学费，而且学校还有高额奖学金，毕业后还会为我提供高薪工作。我看着卧病在床的母亲，她需要钱来治病，而且季伯短还需要家里养他。于是我同意了江大强的建议，去了江诗雨上的私立学校。入了学我才万分后悔，可是已经来不及了。这一次我终于能选择自己喜欢的大学。在学校老师的建议下，我接受了清北大学递来的橄榄枝，选择了这个我上辈子一直梦想着的学校，刚好在本市，可以方便我照顾妈妈。季伯短最近更加的懒散，有了江大强的一句口头承诺，他连学都不上了，每天除了躺在家里拿着手机打游戏，就是出去鬼混。我每天忙着打暑期工，勤工俭学，并没有多余的时间管他。今天是打工的最后一天，结完工资后天已经黑了，我上学的东西已经准备好了，剩下的就是妈妈的药。我趁着药店没有下班，用工资把他这几个月需要的药全备齐了。刚出了药店的门，我就被人套着麻袋拖进了巷子。那些人在我身上拳打脚踢，然后放肆的大笑着。熟悉的感觉让我恍惚回到了上辈子。我假意挣扎了几下，就躺在地上不动了。我知道按照这群人的习性，我挣扎的越厉害，他们就越来劲。打我的那些人可能是打累了，见我不动，没一会儿就停手了。这也太不经揍了，没意思。对呀，诗雨，就这么个书呆子，2下就昏过去了，你找我们来揍他干什么？一个娇俏的声音传来，让我瞬间握紧了拳头。做给季伯短那个土包子看的，猫捉耗子不是都要先给点甜头逗一逗吗？答应他一个小要求，能换来他之后的言听计从，不是就更好玩了吗？你们下手轻点，意思意思就行，可别真把人打死了。季伯短说让我们把他哥打得上不了学，可我又不傻，真出了事我可不会替他背锅。旁边有人跟他说，你小心点，这小财迷连自己的亲哥都能下毒手，嫉妒心那么强，你小心最后玩脱了，把自己搭进去。果然季伯短不会眼睁睁地看着我以好成绩去上好大学，他看不惯一母红包的我过得比他好。上一世的嫉妒在这辈子变本加厉，即使他已经有了他梦想中接近首富的机会，他依然没有放过我，那么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江诗雨上前踢了踢我，果然像季伯短说的，就是个弱不禁风的书呆子，我们走吧，别管他了。等到他们的脚步声走远了，我才从麻袋里挣扎出来。我掏出手机，把自己的样子拍了视频，传到了视频账号上。季伯短救人视频的热度还没消散，新的一轮社会新闻又再次出现，高考学霸深夜被打的新闻瞬间登上了同城热搜。上辈子直到上了大学，我才发现江诗雨并没有他表面看上去那么人畜无害，
他在众人面前装的知书达理，是温柔高贵的富家千金，而在背地里，他却是个无比恶劣的纨绔，仗着自己家是首富，他无恶不作。而被他欺负的最惨的人，是被他口口声声喊着未婚夫的我。我想过跟江大强说我不想娶江诗雨，可话还没说出口，江大强就说他为我母亲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医生，硬生生的让我把话憋了回去。那时候我才知道，我妈的命捏在江家手里，我的人生需要对他们言听计从。我低头看着怀里的药，还好药没丢，不然我妈这几个月就不知道怎么熬了。直到凌晨才拖着浑身青紫的身体回了家，打开门发现季伯短竟然在家，他看到我很惊讶，脱口而出：“你怎么回来了？”我佯装疑惑的样子看着他，我不应该回来吗？季伯短顿了顿，满脸的不自然。我是说，你怎么回来这么晚？你脸怎么了？我叹了口气，并没有表现出来自己知道了是他让人给我找麻烦。别提了，下班路上遇到抢劫的了，他们看我没钱，打了我一顿就跑了。我已经报警了。报警？季伯短听我报警，急得一下子从沙发上站了起来。你报警干什么？万一那群人跑到家里来找麻烦，那怎么办？你快去撤案。我摇了摇头，不可能，这是法治社会，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而且我不仅报了警，我还把视频发到了网上。我盯着季伯短，等他听我说完后，大口的喘着粗气，却找不到反驳我的理由，急得他满屋子打转。我把药放下后，转身回到了房间。第二天一早，趁着季伯短不在，拎起行李就提前去了学校。反正距离开学也没几天了，留在家里不知道季伯短又会给我找什么麻烦。开学后，我投入到了紧张的学习生活中，季伯短的电话不断打了进来，我烦不胜烦的接了起来。他要我陪他去参加江家的宴会。季小满，我告诉你，我可是江家的救命恩人，凭着这个关系我才能带你去见世面的，你可别不知好歹。电话这头的我扯着嘴角笑，谢谢了弟弟，我也正想去看看首富家是什么样的。当晚，季伯短打了一辆车来学校门口接我。上车后，他见我只穿着廉价的白衬衫，满脸不屑地翻了个白眼。哥，不是我说你，你说你读了这么多书，有什么用呢？连件像样的衣服也买不起。我看了看自己，我觉得挺好的，没必要打肿脸充胖子。再说这衣服还能穿，省点钱，还能给妈多买点药。季伯短冷哼一声，没钱就说没钱，少装的像自己有多孝顺一样。等我成了江家的女婿，什么好医生找不到，还轮得到你在这弄这一出？我淡淡的笑着，是啊，我们家以后可都要靠你了。季伯短扬起下巴，那当然了，不然靠你这个书呆子吗？我闭上嘴，没有再说话。季伯短话里话外的试探我，之前打我的人抓到了没有？网上的热度有没有消退？我点了点头，已经结案了，不是什么大事，我也不追究了。倒是你已经成年了，你要为自己好好打算了，不能只靠着江家。而且江先生应该也想要一个有能力的女婿。季伯短瞪了我一眼，少管我的事，我可是江大强看中的人，还用你来操心？你这么多管闲事，是不是嫉妒我？季小满，人各有命，你命中就带着穷，高考考得再好也没用，你这辈子也别想像我一样出人头地了。但一提到能力，季伯短就满眼的不服气。我知道我成功的刺激到了他，估计未来他会加倍的对着江诗雨溜须拍马，拼命把这只小天鹅握紧在自己手里。而我要的就是这个。前几天警察才打电话告诉我，说打我的人现在已经抓到了，是2个小混混，想要钱才打我的，已经被拘留了。可我知道被抓的这2个人，只不过是这群富二代的踢嘴羊。到了酒店，我跟着季伯短走了进去，飞快地扫视了一遍周围的环境。江诗雨正跟着他的富二代朋友们在宴会厅的角落里聊天。季伯短一看见江大强，就一脸谄媚地跑了过去，亲热地叫着江叔叔。江大强正跟他的合作伙伴谈事情，听到季伯短的声音后，面色一冷，随即又恢复了得体的笑容。他冷淡地瞟了一眼季伯短身后的我，伯短来了，这位是？他是我哥哥，听说我要来参加您的宴会，死皮赖脸的非要跟着我来见见世面。江大强点了点头，出于礼貌性地问我在哪里读书。季伯短借着江大强的关系，提前了1年就和江诗雨一起进入了江大强出资的那所大学。他害怕就读于名校的我入了江大强的眼，连忙用胳膊怼了我一下。在季伯短一脸的不自然下，我笑了笑，我成绩不好，没读什么好大学。江大强并未过多关心，端起酒杯就离开了。季伯短松了一口气，轻声说，算你识相。我告诉你，江大强看中的人是我，轮不到你抢风头。他不知道，如果可以，我更想要一辈子都别遇见江家人。我笑着问季伯短，那你为什么带我来？季伯短轻哼一声，还不是看在你是我哥的份上，要不然你一辈子都进不到高层社会。我在心里笑他无知，他以为自己跟在江诗雨后面就能进入到上层社会了。季伯短今天带我来的目的，一是试探我报警的后续，二是向我炫耀他如今的生活。小人得志的他根本没想过自己会付出怎样的代价。我懒得跟他多说，指了指不远处的江诗雨，伯短，我饿了，这里这么多我没吃过的好吃的，我想去吃点东西。那不是你未婚妻吗？你去找她吧，不用管我。季伯短忙不迭地跑了过去，还骂了我一句土包子。他端起酒杯，朝着江诗雨的朋友们挨个敬酒，没一会儿就醉倒在了一旁。江诗雨踢了踢季伯短，而季伯短一动不动，他拿着口红在季伯短脸上画了只乌龟。季伯短醒了后，看见自己的脸，气得咬紧牙关也不敢发火。
恰好一个服务生端着托盘被他撞倒，他只能把怒火发泄在无辜的人身上。眼瞎的东西，没看见我吗？我是江家的救命恩人，你得罪得起吗？服务生吓得连连道歉。江诗雨皱了皱眉，他最讨厌季伯短居功自傲的样子，于是摆了摆手，让服务生离开。季伯短见江诗雨面色不善，也没敢再多说什么，只能一个人去了洗手间。他在洗手间里恶狠狠地洗脸，嘴里不断咒骂着这群人。看见从隔间出来的我后，季伯短狠狠地砸了一下镜子。你躲在这里干什么？看我笑话吗？我并不在意他气急败坏的样子，自顾自地走过去洗手。临走时，我装作不经意地在季伯短耳边说：“弟弟，你还是年轻，搞定了江诗雨就等于搞定一切的道理，你不懂吧？”季伯短思考了几分钟，然后嘴角露出了一个猥琐的笑容。我提前跟季伯短告了别，他满脑子都在想怎么对江诗雨下手，自然没工夫搭理我。出了酒店后，我并没有离开，而是躲在角落里拿出手机，准备随时拍摄有用的画面。没过多久，季伯短就搂着醉得不省人事的江诗雨走了出来。他鬼鬼祟祟地四处张望一下，见没人注意，直接把江诗雨横抱起来塞进了出租车里。我紧跟着拦下另一辆车，一直跟在他们后面。季伯短把江诗雨带回家的全程都被我拍了下来。我将视频保存好后，上前将我妈带了出来。我早知道季伯短不可能对我妈孝顺，无论他有没有钱，于是我拿着攒下的工资，几天前就租好了我学校附近的一间房子，只为了让我妈能有个安稳的住所。没想到这么快就派上了用场。我妈握着我的手，都已经被赶出来了，还不忘担心季伯短。小满，伯短他带回去的那个女孩子是谁？她不是在和江家的女儿谈恋爱吗？我拍了拍我妈的手背，安慰道：“那就是江诗雨，弟弟大了，我们管不了了。妈，你就在这里安心住下，我下课就来陪你。”照顾我妈睡下后，我将剪辑好的视频发到了网上。天降良缘，首富之女叶惠救命恩人。不要低估吃瓜群众的影响力。短短一个晚上，季伯短和江诗雨的事件时间线就被扒了出来，还有不少之前被江诗雨和季伯短欺负过的同学，全部都在评论区里爆起料来。救命恩人靠着江家一步登天了，连高考都没参加过就进了私立大学，真的没有相关部门查一下流程合规吗？这两个人在学校里带着头欺负同学，可不像是高贵的富家女和舍己为人的男同学，看着男的小人得志的样子，为了和富家女同床共枕，连自己亲妈都从家里赶出来了，还是人吗？听说季某某拿了首付的500万支票，当晚就在酒吧包场了，还放话全场消费季工资买单。我作证，我那天就在酒吧。一夜之间，首富家的风评跌到了谷底。第二天一早，季伯短就跑到学校门口堵我，脸上带着红肿的巴掌印。季小满，你拍的视频是什么意思？你嫉妒我就要毁了我吗？我白了他一眼。弟弟，我是在帮你啊。季伯短皱着眉头看着我，眼里充满了疑惑。少说大话，你这种废物能帮我什么？我淡淡一笑。现在全网都知道你们一起过夜了，江家的名声已经烂了，以后江诗雨想嫁给别人也困难了。别以为我不知道，江诗雨压根就看不上你，但现在有了这个视频，你就是他唯一的选择了。季伯短一愣，然后瞬间露出了狂喜的表情。哥，等我进了江家门，到时候我一定好好感谢你。我看着季伯短欣喜若狂的样子，心里默默替他打开了生命倒计时。事情按照季伯短的意愿进行着。江大强为了女儿的名声，只能让季伯短和江诗雨提前举办了婚礼，等到他们大学毕业后再领结婚证。这几天，季伯短格外张狂，他提着一个手提包到了我的出租屋，进门就把包一扔，脚也翘到了茶几上。我妈见季伯短来了，连忙给他倒了杯水。伯短，你最近怎么样？听你哥说你要跟江小姐结婚了。话音刚落，我妈就看见了茶几上敞着拉链的手提包，里面全都是红色的钞票。伯短，又是哪来的这么多钱？季伯短冷哼一声，别一惊一乍的，像个土包子一样。我马上就是首富的女婿了，这点钱算什么？以后我会有更多的钱。妈，你总说我没有纪晓满学习好，将来连个工作都找不到。你现在看看，学习好有什么用？我拿来的这些钱，纪晓满到死都得不到。他觉得自己已经在江家站稳脚跟了。婚礼一过，江家的一切都是他的。我妈讪讪地笑了，并不赞同季伯短的说法，可他管不了季伯短。见我下课回去，季伯短连忙把我拉到了房间里。哥，多亏了你，我和江诗雨的婚礼都提前了。我还有一件事要你帮忙。我点了点头。季伯短看了一眼门外，接着说：“有什么办法能让江家人都听我的话？这样江家不就都是我的了吗？”我佯装思考了好久，等得季伯短都急了，才装作难以启齿的样子。哥，我们兄弟俩有什么不能说的？快说吧。我犹豫着开口：“是有一个办法，但需要你来帮我。你把这个 U 盘想办法插到江大强的电脑上。我是学计算机的，我可以帮你把他公司的机密都找出来。等你掌握了他的公司，还怕他家人不听话吗？”季伯短猛地一拍大腿：“哥，还得是你，你等着。”我这就去。季伯短出门前，我叫住了他：“伯短，抽空去医院检查一下吧，我看你最近脸色不太好。”季伯短不以为然，他现在满心都是掌握江家，根本就没有听懂我的提示。季伯短动作很快，当晚我就侵入了江大强的电脑，只不过我要找的根本就不是什么商业机密，而是江诗雨的体检报告。我很快就复制了我需要的东西，还找到了一些意外发现，
那些被僵尸雨霸凌过的人，情节严重的都被江大强或多或少的威胁过，之后他再赔偿一笔钱，一件件恶性事件最终就不了了之。而这些交易记录全都被我拿到了，现在就等着季伯短的婚礼。婚礼当天，季伯短并没有通知我妈，他觉得我妈病怏怏的丢他人，只叫了我一个人去，而我早早的就到了现场。这和前世我被撞死的地点是同一个，命运轮回。如今是季伯短要在这里葬送掉自己的人生。我以新郎哥哥的名义进了会场，趁人不注意，连接上了正在播放婚纱照的电脑。誓言环节结束后，两人刚喝完交杯酒，身后的屏幕就出现了变动，原本的婚纱照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放大的江诗雨的体检报告。HIV 阳性的结果被在场的每一个人都看在了眼里，而第一时间观礼的还有我手机直播间里的吃瓜群众们。什么 HIV？ 富家小姐玩得这么欢吗？怪不得她之前要自杀呢。这样看来，季伯短应该被感染了吧？江诗雨尖叫一声，瞬间晕倒在了地上。而季伯短看着检验结果，仿佛看见了死神在对他举起镰刀，他疯了一般的扑上前，掐住了江诗雨的脖子。我杀了你！前世在婚礼前，江诗雨给我下了糖豆，强行和我发生了关系。那之后我才知道他是 HIV 感染者，当时跳河自杀就是因为他接受不了这个事实，而我救了他，就成了江大强物色好的陪着江诗雨一起走上黄泉路的人。我怕我妈担心，从来没有告诉过他们这件事，没想到季伯短会主动来送死。现场的宾客议论纷纷，江大强一时气急，心梗发作倒了下去。而最早晕倒在地的江诗雨被暴怒的季伯短用摔碎的酒杯割破了颈动脉，当场死亡。有人报了警，警察很快就把季伯短带走了。然而闹剧还没有结束，我将找到的江诗雨霸凌的证据接连发布到了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网友们纷纷控诉江大强人面兽心，竟然帮着女儿收拾这种烂摊子。这件事情引起了教育部门的注意，调查组进入了江大强投资的大学，在很多同学们的作证下，认定了学校监管失职的事实，而且还调查出江大强的这所学校有很多灰色教育。没多久，学校就被查封了。江大强在病床上得知了这个消息，一病不起，几天后就停止了呼吸。至此，一代首富声名狼藉，家破人亡。季伯短因故意杀人罪加上协同江诗雨霸凌，被判了死刑。行刑前，我去监狱里见了他一面。季小满，他一见到我就像疯狗一样扑倒玻璃上，面目狰狞地瞪着我。我扯起嘴角笑了。弟弟，输了2辈子的感觉怎么样？说起来我还要谢谢你，这辈子是你主动替我感染了绝症。季伯短大口地喘着粗气。你竟然也是重生吗？我居然被你骗了这么久。我轻哼一声。你费尽心机的想要抢走我的人生，我当然要成全你。季伯短，人在做，天在看。我告诉过你的，你早晚会为你做下的恶付出代价。现在报应来了。探视时间结束，狱警把季伯短拖走，无色无味的针剂刺进了季伯短的血管，他厉声尖叫着：季小满，你不得好死！你等着，我一定能再重生一次，我一定要杀了你！我面无表情，冷漠地看着季伯短，渐渐停止了挣扎，被盖上了白布抬了出去。季伯短死后，我没有告诉我妈事情的真相，只是说了季伯短跟着江家出国治病。小满，妈妈忽然放下菜篮，布满老茧的手附在我手背上。伯短真的去国外了吗？她的声音轻得像一片羽毛，却让我浑身紧绷。窗外的蝉鸣声突然尖锐起来，我盯着瓷砖缝里挣扎的蚂蚁，半天才听见自己说：啊，他跟着江家的亲戚走了，那边医疗条件好。谎话在舌尖发苦，但妈妈只是轻轻叹了口气，没再追问。她往我碗里加了块炖得酥烂的排骨，油花在汤里晃出细碎的光斑。我突然想起18岁生日那天，她偷偷把单位发的福利蛋糕留给我，自己啃着硬馒头说不饿。这一世，我终于能在她床头柜上摆满进口营养品，用奖学金给她雇了专职护工。大4那年寒假，我带着保研通知书去给爸爸上坟，墓碑前的积雪未化，我摸着冰冷的石碑说：爸，小满没让你失望。风掠过松林，恍惚间听见小时候弟弟哭着说：哥，我怕黑。可现在坟前只有我才雪的咯吱声。江家的丑闻在热搜上挂了整整3个月，无数受害者站出来讲述被霸凌的经历。有天深夜，我收到个匿名邮件，里面是段监控视频。上辈子婚礼当天，季伯短在停车场反复调整油门，画面里他对着后视镜冷笑，自己摩擦着方向盘上的雕花，像在抚摸某种战利品。我关掉视频，把备份文件拖进永久删除。有些真相就让它永远埋在黑暗里吧。大学的时光转瞬即逝，领到毕业证那天，我在教学楼后巷遇见个抱着书本的女生，她手腕上的疤痕让我心头一颤，是上辈子被僵尸雨泼硫酸的学妹。她认出我时眼睛亮了亮，想说什么却又抿紧嘴唇。我从帆布包里掏出个信封，里面是攒了半年的奖学金。去做激光治疗吧。新生报道当天，我在计算机系迎新处等你。秋风卷起，满地迎新叶时，我穿着白衬衫坐在500强企业的工位上，电脑屏保是妈妈在病房里吃苹果的照片。阳光从百叶窗的缝隙里斜切进来，在键盘上投下整齐的光影。
窗外的写字楼玻璃映出我年轻的脸，没有上辈子的淤青和疲惫。键盘敲击声里，我忽然听见纪伯短临死前的诅咒，但那些声音早已被时光磨成细沙，散落在重生那天的河水里。下班路上，经过当年跳河的那座桥，护栏已经换成了更高的不锈钢材质。有个穿校服的女生蹲在岸边哭，书包上的挂件晃出细碎的光。我掏出手机报警后，慢慢蹲下身。需要我陪你等妈妈来吗？她抬头的瞬间，我看见她手腕内侧纹着极小的一行字：活着就是重启键。暮色漫过河面时，远处传来救护车的鸣笛。我望着渐暗的天空，想起重生那天纪伯短跳进河水时溅起的水花。命运曾给过他无数次机会，可他总把人生当成可以无限游荡的游戏。而我终于明白，真正的重生不是改写某个选择，而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愿意握紧手中的方向盘，在属于自己的路上稳稳地开下去。手机在掌心震动，是妈妈发来的信息：晚上熬了黑鱼汤，早点回来。和风带来湿润的水汽，我转身走向路灯亮起的街道，身后的河水静静流淌，带走所有关于重生与复仇的秘密。这一次，我要带着记忆里的痛与爱，好好的、踏踏实实的走完这一世的路。